在贵州绥阳县的大山里，我们发现有一户人家居住在几山之间的位置。这里啊非常隐蔽，你从任何的角度呢，你都看不到这里有人居住。我们看到这里呢有4、5栋的房屋，但是只有1栋房屋呢是翻了新瓦。这里环境非常的漂亮，山下还有一条河流。那我们今天去探访一下，看看还有谁居住在这大山之中。现在呢，我在这一户人家的后山山梁上，我的车子呢是停到上边那几栋楼房那里，然后从这里顺山走到这个位置的。这边呢，整个周围的交通都非常好啊，可能只是他这边呢只有一家人呢，所以这个公路没通过来。那我刚才呢是沿着这个山开到那边，然后转到这个下方这里来了，但是那个地方呢没有小道通到他们那边，所以呢我又回去把车开到这上边，然后顺这个山下来的。那现在呢我们就是顺着他们后山的这个山梁往下走，这里边的路的还挺大的，因为这个林子比较深嘛，所以下边的这个杂草呢也基本上长不出来，那么它这个路面上呢也没多少杂草。现在呢这个天空下着小雨啊，但是这个林子呢比较茂密，所以说呢我们走在这里边呢是感觉不到有雨的。咱们走到这里呢就能够看到这一户人家呢，这个地形也是非常的特别，大家看看几边呢都是这种小山头，然后呢把这个地方呢相当于是围在中间，看看这个山像不像一个锥子山。那我们通过航拍的镜头来看呢，那边呢还有2家呢，但是那个房子都烂掉了，这里呢也烂掉了，那相当于现在只有这一栋房子呢是好的。这个锥子山下来呢，这个垭口上有一大片的平地，种了不少的玉米啊。我怎么感觉这边的房子应该建在这个位置更好一些啊？你们说呢？住的人很少啊，感觉这房子没几个人住啊。哎，叔，没有，这上班下来呀？吃饭没有？没有，还没有。你在这儿住着的啊？我看那边几家的房子都烂了哈。哦，对，他们都不住这儿啊？没有，走高去，都搬到高里去了哈。哦，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，是准备吃饭了吗？要吃饭了。这里原先有几家人哇？有4、5、6家人了，有好多。你贵姓啊？谢谢，他那边人家姓高。哦，我看山下这些水田都种起的，还是你种的吗？不是，他们上面的人种的。对呀。哎呀，我们这还没有解放，没解放，这事业上这都是邓家的，这邓家出关了嘛，就是当秀才哈。等以前邓家湾不得了。哦，以前我要发个财了。你们58年搬来这里来噻？我58年到进搬过来2年，我们2弟兄呢得盖房子，老的哈，得盖房子嘛，住不下嘛，我才搬过来的。57年的下半年，你的立即就住到这儿。你还炒骡子呀？还？你请去嘛？我不请你去嘛，我不请。我不炒的腊肉。你去年还杀猪的啊？啥的？今天我别喂了，我也可得我喂。以前这个地方呢有5、6家人啊，现在只有这个大爷一个人在。他喂了一些鸡，养了2头狗。这个房子呢，他说是57年立在这里的，7住的房子。这些都是以前的老用具啊，这个叫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半斗，就是收稻谷的。还有个机器。这房子看着不错，风车也有。它这个院坝呢也挺大的，然后呢这个下边的风景也不错啊。这里下去呢就是一整坝的田，再往那边过去那个山后面呢就是他说的那个邓家，就以前不得了的，以前出过大官的，还出过什么秀才的，就是那下面。这个大爷他们几户人家呢都全部是整体搬迁，在外面呢都有房子的，他呢只是就自己回来住的这个老房子，然后呢在这里养一下牛啊，养点鸡仔啊，这里住着倒是空气好很多啊。你赶了几个菜不？
要几个菜我搞干一个菜。哎，搞了一个人，搞哪个菜都吃，我爱吃我那是。我看你是一个嘻嘻哈哈的人一天。当然了，我们这个人为人处事，因为说明可以有啷个意思吧？是。你小河刚好我，都萝卜都头，没得用嘛，说的不。啊，拿瓶酒给你。哎呦，等几我起来，我看你都喝酒应该。哎，我看你的状态就应该是喝酒的。你吃饭，我走的。啊，你吃饭。我是不是要我们吃点饭？我不吃。吃饭你聊讨论来。你吃饭，我来逛哈儿你。要不然人家看到味道有。好。这个大爷呢挺能聊的，然后心态也比较好啊。他那个一会儿跟你聊到岳飞，一会儿又聊到太平天国，一会儿又聊到那个什么大跃进，一会儿又聊到什么地主之类的，反正他好像好多东西都懂一点。但是呢，他的状态我就看得出来啊，喝酒喝的比较多，然后说话呢有时候不太清楚，有时候我都听不懂。我觉得喝酒这个事情啊，大家还是要适可而止啊，少喝一些。而且他菜都炒好了嘛，我就不打扰他了，不然他一直都不吃饭。有很多朋友啊，不是跟我说想找个地方隐居吗？我觉得这里就不错啊，你隐在这里的话，基本上没人知道，就在那些崖壁的边上随便搭个台子，然后天天在那打坐修仙，有朝一日飞升上神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呀。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呢我又到我们遵义市汇川区三盆镇这边的三涨水来了，然后之前呢也跟大家拍过啊，这个2021年的嘛是吧？今天再带大家一起下去看一下这个三涨水，看能不能看到啊。三涨水呢就在这下边这个位置啊，现在是冬天，咱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草都枯掉了，当然这个颜色呢，这个景色呢也是有别样的美啊。哎呦，就在这个位置啊。到了三涨水的位置了，看看。哎呀，现在是没水，大家可以看一看啊，这个位置就是三涨水的位置，每天涨3次水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这里呢是有水的，是吧？估计是刚出来1-2个小时吧。特别的神奇，就是从这个孔里面流出来。那么好多朋友呢是以前好多朋友说这个是不是有人作假的？我告诉你们完全不会啊。然后大家可以看看上边，是吧？上边是一整座山，没有任何的机关等等啊。而且我要跟大家讲呢，这个水呢，它是自下而上冲出来的，并不是横着流出来，或者说从上边流下来啊，它是从下边冒上来的。它为什么叫三涨水呢？因为每天呢，它会不定时的涨水3次，那每次出来呢，就是持续半个小时，然后呢又回去了，非常的神奇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地方呢是三涨水的位置哈。那我们的正前方这里下去呢是有一条河的，对吧？那么它三涨水的这个水啊，据当地村民说啊，从这个地方开始流了之后啊，它就一直往河下边流，是吧？流到河里边，就是刚刚这个水头触碰到河呢，这上面就停水。所以他们描述的非常神奇啊，基本上每一次呢，就是大概是持续20多分钟到半小时这样子的时间。这一点是我个人觉得非常神奇的。我来这个地方呢已经有4次了，但是我呢只看到过2次这个三涨水流出来。那今天呢我又跟2个朋友一起呢到这里来了，等一下我们就再一起看一下今天能不能见证这一个奇迹啊。为了等三涨水啊，我看都等疯了。我们3个人在这里从中午12点就过来，等到现在6点半了，还是没有出来，没有办法，天已经黑了，挺遗憾的，要走了哈。我只能把我之前来这个拍摄的一些视频给你们看一下，不要走开啊，马上给你们播放。嘿，龙王，睡着了吗？快点把水放出来看一下呀，龙王大爷！大爷，你说我来了2天了，
那上一次来等6、7个小时没看到，你这一次你给看一下子，出来噻。你这是心到神知啊！龙王大爷睡醒了，现在都1点过了，你还睡啥呀？快点把水吐出来看一看。阿弥陀佛。来了，刚才听到声音了。没有出来的人就排。来，没有出来的人就排，哎，这儿就排，排一会儿水就出来了。不要闹啊！我看到有声音没有？来了，我都行了。啊，来。来。刚才我在那跑去喊他挤了半天，把他喊起来了。哎呀，挺的挺好的，你们现在把别的挺。哎，你们要舀水的，快点。哎呀，水嘛，你就等半个小时，它都有水了。等到它慢慢的出来的，这个就是。慢慢的，它慢慢的别急。好啊，它慢慢的从底下闷出来。它犀牛吧，慢慢荡起出来了。哎呀，我刚才跑到那喊了半天了，哎呀！挖的我没电子的，你不能跑到房跟我。出来了。没电子的，看嘛。哇，出来了！出来了，牛就出来了。你那边都看不到嘛，你就推进去。哎呦！真的等到了。从12点到现在2点过。看。好啊，慢慢的流起来的。还大呀那个水哦！哎呦，这个水大了，真的。还要大呀！来，我。你种了嘛，我都不受养育了，不是嘛？好大嘞，这个水还。现在出来了，又出来了。现在都可以成鱼了，高兴的。哎。今天我们大家的运气都很好啊！大家看嘛，这个水刚好流到这里，现在还。3涨水啊，终于！哎呀，等到了，终于！哎，我的运气最好，我刚刚走回来。我跟你说清楚了，你们2个朋友，你们还在高级也请我们吃餐饭啦，我们现在不能啦。真的好大这个出来还，你看哦，相当大的一个水，还不是一点点，你看。这水好大呀哈！阿天没有这么大。今天龙王高兴了，你看也长得大。还是大哈。像这样嘛，你们回去嘛都说，哎那个，哎再一碗海参，可以。哇，今天这个龙王高兴了，来这么大的水。对。全都万岁。真的漂亮，这个。这么大的水。哎，你说水小嘛？你要是它能把你堵到，弄到我去哪个堵哈？所以还是有点神秘啊。哎，你跑过去，他妈肯定在小门上来看喽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3涨水。大爷字后面2毛出来哦。有可能呢，有可能要拿上面2毛哦。太神奇了，这个。我还知道娃也不可能把喊你们年轻人讲完的，你2个年轻人要上不去了。你来望的时候，你在高高兴来，你让我们那打8分了。好的，我喊你，我好高兴了，我老你是人家不能通啊。真的安逸，太安逸了。这个水是真的流过去的啊？对啊。神奇。哎呀，快来嘛！你们2点多来回去，你还不愿好了？就是这么神奇啊！哎呀，这水热的。马上就消了，一点点水了，只有。我不是真的冒了。走吧，走上坡了，走。那不看了，走吧，回家吃饭了。今天把声音都可以嘛。今天说他不涨水嘛，我别他拿着过来，我真的急拿不到你了。给我吃个饭就行了，说很简单。你们走后面了，我们走了啊！今天这个运气不错，不虚此行啊！
终于看到了！哎呦，上一次来看了6、7个小时都没看到，今天来等了3个小时，不错不错不错啊，运气不错。真的挺热啊！在重庆合川区的澄江镇，我们发现了一大片还没有建好就废弃的别墅。这些别墅为什么还没有建成就已经荒废了呢？看去真的是太可惜了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就在这一片未建好的别墅区内啊，看看像这一栋的话，刚好搭好框架，很多工程都还没有完工。那么这里面的这些通道啊，两边都是长满了这么深的杂草，这个是别墅内部的一些通道，哇，这个都感觉让人有点不太敢往里边走。我们从空中看的话没什么感觉，但是走在这里面，你看这个杂草丛生啊，已经是比我都还要高很多了，这些马耳草。那么这个上方呢，就是大片的像这样的只建好了框架的这些别墅群啊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废弃在这里的。我感觉我走到这里都不太敢往前走了。看看这些路边，全部都是杂草，这里有好多的这个葛藤都长了这么茂盛了。然后这个上边呢，也是一整片的一个别墅群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塔吊上面都是锈迹斑斑啊。这个工地呢，停工最少是超过5、6年以上了，不知道它这个房屋内部的结构是怎样的。下方呢都还是框架，包括这边这些呢都还是这种框架的一个结构。这个别墅还是修得非常的漂亮的，非常的可惜啊！这些以前全部都是水泥地，你看这个水泥地下都已经冒出了这么多的杂草出来。这个地方好像可以走过去，咱走过去看一下。这一间屋子是封闭的，你看这些构树都已经长过来了。那这里边来看一下，哇，非常的凉快啊！这个房屋的构建还是四通八达。你看啊，走到这个房屋里面呢是凉风绕绕，看一下，视野非常的好。然后你看这里又是杂草丛生，这边一大片的都是相同的房屋，特别的可惜啊！你像这一片的话，它那个框架打好之后，这些砖都已经做好了，顶也封上了。这什么原因这些别墅全部荒废在这里呢？太可惜了。看这儿的风景也非常好，这一片别墅它是建在这个山腰的位置，整个视野也非常好，然后空气环境整个都非常的不错。从这里这一片废弃别墅的这个规模来看呀，整个房地产开发的项目最少是上亿的价值啊！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这个项目呢半途而废，就废弃在这里了。是老板的资金链断裂呢，还是什么其他原因？反正我觉得呀，应该不是什么小事，是遇到了大麻烦，这个项目才停在这里。大家觉得这些别墅群为什么建到一半就停掉了呢？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这新的设施，我才来好久了啊？我才来好久了这个？几年了？好几年了哈。所以它这个呀也怪哈。真的怪呀。看它这个组织啊也怪耶，这种组织我就没看到过关键的。这个人没得了嘛。这个没得了嘛，他就只有这个有了嘛，他噻。他说的这是真。他说的是真的，他说的真的啊，我有点怀疑了哇。这个没得，这个有些真的。嗯。是不是？这个里头啊也看不出啷个名堂的呀。看不到。它像个透的啷个照得进亮了嘛。你都在也落的了嘛，是不是？你忘了这有的了嘛。啊。他开的车机上了，没卖耶。
才几十万没卖，没得张也红的了。他这个就哭在这里了哎，他又不怎么起来。他这个通的了嘛，他从这个孔孔过来通的，他上次冲水的，这个看不出来。这个要真正的这移民走了就值钱得很的。估计也有可能在前面朝代的人哈，前面朝代的人呢，正来把它放在里面的，然后你后代的人挖出来看到的。啊，你说他汉进来的呀？我看这个呀又不像，他像个裤带高级那个的，他只能弄个紧了，你边边有没有看到礁石那些了问题噻？他你看他走，你看脊边全是空的，是吧？脊边全是空，他没有靠到起，他就在泥头那儿卡起的那种感觉。其实上次我跟大家拍这个石犀牛的时候啊，我真的没有走进去看。今天我又上来呢，这个表叔他不在啊，出门了，我也没看到他，没办法向他求证了。上一次他跟我就是很肯定的说，这个不是他弄上去的，那网友们肯定很质疑。但是今天呢，我确实近距离的看了一下，大家也再看一下这个视频呢，就它这个珠子呢，不是说我们平时玩的那个弹珠啊，它比那个弹珠要大好几倍。最少是大两倍到3倍吧。我印象中，我小时候我也没玩过这么大的弹珠啊，所以我不确定那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他弄上去的，还是说，如果说是真的，那真的就很值钱，肯定要去检测才知道，是吧？就是这个珠子的周围呢，我看了一下，没有就是那种用水泥啊或者什么东西去粘连的这种痕迹哈，没有，整个一圈都是空的。他跟我就是演示过，就是抠，你用东西抠都抠不出来，那个珠子看起来是整个这物是空空的，但是抠不出来。而且看去的话，就是整个珠子完全里面整个是绿油油的，它里面没有东西啊，整个是绿油油的。我隐约的从那个光线就是射下去之后，我把它蒙了一下，看里面哈，它是整个透过这个珠子哈，光线射进去，就是白天的这个光射进去，透过珠子的话，会看到里面。透过珠子里面是缝隙，里面是绿油油的这种感觉哈。可能他说的晚上会有一点点绿油油的这个光的话，我估计如果说是月亮光这样照进去的话，是很有可能会有一点点那种绿油油的光。可能科学也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吧。我也宁愿相信不是他把这个珠子镶嵌上去的，可能是古时候的人，那时候也可能也有珠子是吧？古时候的人呢，他们把这个珠子放上去之后呢，经过了若干年之后呢，就埋在地底下了，是吧？然后他呢，正好前些年呢去挖这个地呢，就把这个东西挖出来了。我估计应该是这样子的。至于他说有人出80万他没卖这个话题呢，我个人觉得也是有可能的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因为这个有钱人嘛，动不动就几千万上亿的这种人，他不在乎这个，他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奇。你讲的也那么真，我就把它买了，我就这里看一下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也会有这种人，对不对？你说要不然那些乱七八糟的各种收藏品呐，其实咱们看去也不值啥钱，比如一个碗呐，一个什么东西感觉也不值啥钱，但人家可以拍出几十万几百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东西咱们也没法去衡量。我今天来看来的结论就是这样啊。其实到现在我也是有疑惑的。那么我可能更相信是什么？就是古代的人把珠子镶嵌到里面了，然后埋起来了，又过了若干年呢，然后他们正好去挖那个地基呢，把这个挖出来了啊。我感觉是这么一回事。今天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啊，因为小伙伴们比较怀疑嘛，所以我今天也近距离的看了一下。但这个珠子确实也让我感觉很奇怪。因为我也没有见过这种珠子，我们小时候玩的弹珠不一样，不是这样的啊。
在广西的大山深处啊，我们发现了一个神奇的魔洞，全国各地的老人都争先恐后来到这里，有的甚至把家都搬到了洞中。听说在这个洞中长期居住可以延年益寿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大家就跟着阿泰的镜头一起进洞一探究竟。这边呢有很多人把这个垫子啊，甚至被子啊都带入山洞中，然后在这个洞里面呢，在这里睡觉乘凉。看看这个洞里面，很多人把这个铺的被子、垫子都放在这里，然后直接躺在这个山洞里边。阿爷可以采访一下你们不？你们这个是长期在这里住吗？我们不是，我们也是才来的。哦，也是才来的。嗯。来几天了？先来看看，有以后合适的话，以后再。您是哪儿的呀？河南的。河南的。哦，之前在哪里呢？之前我们都退休的。我知道。漫游。就是到处游。对对。在这儿来几天的感觉怎么样？不错。不错哈。环境也好。他这里睡有什么好处啊？他不是食疗吗？那上写的。哦，食疗。啊，有好多有些慢性病啊什么的，是什么传说我们不知道。啊，就是传说，你们也是听说的。体验的。就是他一些慢性病的话，可以在这里做一些食疗。高血压呀。高血脂啊。糖尿病、基础病，慢慢好起来。就可以在这里静养，慢慢好起来。对。你们听着有没有好的呀？不知道。我们也是来，不过这里边住这里边挺舒服的。对，它凉快。它这个洞又是对穿的，所以它通风的。对。长期在那里不一样，可能睡拉拉的。他们是长期睡在那里的。别的不是，别的不是。这里不是，我感觉上面的可能。我找一个长期在这里睡的，对，几个月的，对，有2、3个月的，对，问问他什么感受。你看他有点地方都睡得好舒服啊，他都常来的。去那个昌寿村了吗？去了。那90把的一个男的还搁那卖东西嘞。103的那个啊，看他谨慎的很。行，我去找找看，等一下看有没有人来。好，你来慢慢玩哈，拜拜。你们来这多久了？刚来，就刚到这里也是啊？从哪里来的？武汉，湖北啊。也在楼下。对。我录像，这不有个磁疗区吗？我也在这磁疗一下。你们湖北也很好玩，那个特别是恩施那一边，哇，那很好漂亮。姐，可以问一下你在这多久了？2个月了。你是哪里的呀？郑州的。2个月了，什么感觉呀？你也是听别人说的到这里来的？因为我们前年来过。前年就来过。哦。刚才你们看到了啊，里面有很大片的这个食疗区，有好多人呢已经在这儿待了1、2个月了。待的最长的人在这里待了好几年了，但是长时间在这里待的人呢，大多数都在这个百魔洞的洞门口，因为在这里面长期待也是挺费钱的，因为每个月要花1000块钱的这个月票，像我们买票的话就是85一个人。朋友们，现在我已经从百魔洞出来了。那么为什么全国各地的一些老人呢，都争先恐后来到这里？有的在洞中居住了几个月，有的甚至居住几年的时间都有。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，是这个地方高地磁，地磁对应的是5行的金，金是5行之首，
万物之源。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地势比其他地方高呢？这是因为这个地方下面有一条断裂带，这条断裂带呢就在这个百膜洞的下方。地球一般地区地磁呢是 0.25 高斯，而这个地方的地磁高达 0.6 高斯，是一般地区的1倍之多。科学考证啊，人们生活在恰当的地质环境中，身体发育好，血清呢清洁循环好，这也就是很多的这个外地老人呢都选择来到这里做疗养，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血液方面的病症啊、慢性病啊等等，通过在这个地方长期居住呢，会使自己的身体呢越来越好。这大概就是高地磁作用下的一个原因。当然，在巴马呢，除了高地磁之外，这里的水、空气、阳光、食物等等呢，也是促成这个地方的人长寿的原因了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泰啊。现在呢，我在我们村里面的一栋没有人居住的木房子边。应该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哈，就是那一栋木房子上写有文化2个字的这个木房子。很多朋友们呢都一直在问我这个木房子有没有人租住。实际上是有人租住的哈，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女孩子单独居住在这里，所以很多朋友问我这里怎么来呢，我也没有告诉你们哈，毕竟人家一个单身女孩子住在这里嘛，不太好呢跟大家暴露这个地方的位置哈。那这个女孩子呢，在这里住了几个月之后呢，现在已经离开很久了哈，所以呢，我又过来带大家一起看一下这一户木房子吧。然后呢，也顺便跟大家再讲一下这里的地理位置、环境，包括交通等等这一方面哈。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呢，自己也可以过来看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呢，实际上是公路通到这个边上的啊，非常的交通非常的方便。整个正前方呢，视野非常开阔啊，它是住在这个山顶偏下一点点的位置啊。那么这个公路呢，从下方径直的上来，这个住房这个地方呢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上边呢还要翻一点点垭口呢，就过去又是下坡的路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住在这个山垭口，下面正好挡住风的一个位置啊，位置非常好。然后我们之前不是跟大家说过，这栋房子呢，它这个房子上写有文化2个字啊，所以应该是看得出来主人家呢有点不一样的哈。然后房子看去非常干净整洁，然后住在这个正好垭口下边一点的这个凹槽的位置啊，所以呢也非常的挡风。那么之前那个女孩子住在这里呢，她其实也挺开心的哈，把这里呢打扫的非常非常的干净。但是后来呢因为是自己过敏的一些原因吧，所以呢就提前离开了这儿啊。这个房子的位置呢真的是非常的不错，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它这里这一块平坝呀，如果说要租住的话，它需要把整个平坝下边这一块田呢需要拦一下，需要用围栏拦一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边垭口过去的一些村民呢，他们经常要放牛放羊的到这里。如果说你要种植一点什么东西呢，是需要这个地方全部围起来的，不然呢，人家放牛放马的呢，就会进到这一块坝里边，就会损坏到你种植的一些农作物啊、吃的呀等等、蔬菜呀等等这些哈。所以呢，还是有一个小的工程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其实离东北大哥住的那个房子也不远，这儿呢就是在山上啊，东北大哥住的呢就是在山脚下。那么从这个山上这个位置一连串的往山下走呢，应该是还有5户到6户的这个比较好的木房子，都是没有人居住的，也都是这种单村独户的一个院子哈，应该是很多人喜欢的地方。这个地方离我们松林镇呢大概是30公里，离隔壁的芝麻镇呢大概是18到20公里左右。因为这个地方呢属于芝麻镇和松林镇的一个交界的地方，确切的说，这个房子是属于芝麻镇管的哈，但是就好像是以这里这根田坎为界，一边是松林镇，一边是芝麻镇哈，所以需要了解这个房子的信息呢，就在这个周边来问当地的村民就可以了。那你可以从新庄村，然后导航到芝麻镇呢，也会经过这个地方，或者说从芝麻镇那里导航新庄村呢，也会经过这个地方。如果是喜欢这个地方呢，就自己先导航过来看一下这里，然后周围的环境了解一下呢，比较好一点。就到这个垭口过去找那些村民呢，就可以
了解到这一户人家的一个联系方式哈。那这种单村独院的房子呢，确实是非常有魅力啊。大家可以看看，那边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山，但是实际上都是比较平坦的哈。我们只是感觉是一个大山。那看一下下边整一弯过去，这些都是比较平的，只是这边这个方向呢相对比较陡一点下去啊。关于大家都喜欢问我农村租这种木房子的这个话题呢，我今天要跟大家解释一下。就是我呢找到这样的没有人居住的木房子呢，我会跟大家说，但是呢我不负责任何的对接，我会告诉你地址在哪儿，然后你们自己过来看，自己去对接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首先这样的农村的废弃的木房子呢，其实要不了多少的租金，大概就是2-3千块钱这样子。那么我来负责跟你对接呢，其实耽误我大量的时间，我也不好收你的任何费用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我会给自己惹来比较多的一些麻烦。就是说你跟这个房主之间相互沟通了之后，或许后期会有一定的问题啊，包括不开心啊等等啊。因为我就担心啊，你们牵涉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又要找我，所以呢我就整得很麻烦。以后呢就是有这样的好的木房子呢，我同样也会跟大家讲，但是呢你们要自己来看了之后喜欢呢再自己去对接，不要去找我去跟你去对接。我的出发点呢，只是说感觉这样的木房子呢废弃在这里呢，其实挺可惜的，主人家呢也不居住，是吧？如果不住呢，像这样的木房子烂得比较快嘛，那正好朋友们有喜欢这样的建筑呢，你可以来住个1年呐、半年呐，都是完全可以的。这样呢也可以跟主人家照看一下房子，自己呢也体验了这种农村的这种生活，是吧？挺好的，两全其美嘛。我的想法呢就是仅此而已，他们放在这里也是放在这里。你来住个半年1年呢，他们多少呢也可以拿到2分钱，这就是我的一个出发点啊。我并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去盈利啊，或者什么什么的。你打个比方说啊，像这样的房子，你们来租一下，可能就2000-3000块钱。那你说我带着你跑来跑去的，我还收你什么费呢？对不对？本身它的经济价值就不高了，是吧？我也不可能收你的费用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后期如果你跟房主之间确实有一些别扭的情况下，你们又要找到我。所以这个会无形中给我造成很多的压力啊！我只是想呢给大家提供一些信息，大家相互的能够得到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啊，仅此而已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哈，朋友们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！拜拜。朋友们早上好，我是阿泰。现在呢我在遵义市梅潭县西河镇大年村的下寨组这里，就是我身后这几户人家呢就是下寨主，然后上边那个村主呢叫做上寨主。那么昨天晚上呢，我是睡在这个公路边的，大家看我车是停在那里的，对吧？然后我就发现呢，这个下寨主这里面这几户人家呀都没有人在家。那么整个这几栋木房子呢是没有灯的啊，因为我睡在这个位置呢，我就非常的清楚。然后这儿的环境呢是特别漂亮的一个地方哈。我今天早上起来呢，还沿着这个公路跑了一下步，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边还有一条河流，看到没有？整个这里环境非常漂亮。那很多朋友呢让我帮你们寻一寻山区的这种木房子，是吧？那这儿是不是挺好的？那我接下来呢慢慢给你们介绍一下，然后顺便呢进去看一下。那我现在呢来跟大家讲一下，这里一条河流过去，那上边呢也有一条河流流下来。那么从我们手指的上方过去呢就是西河镇啊，到达西河镇呢可能就是10来公里。那么往这个公路下方去呢，就是这边的一个古寨石家寨啊，这里去可能有几公里。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西河镇的大年村，这里呢就是下寨主，然后上边那儿呢就是上寨主。这条公路一直再往前走呢，可能就是一个尽头路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田坝这些呢被人家承包来种植了烤烟。现在呢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一起进去看一下这里边这几户人家哈。你们看看这几户房子的位置好不好？非常漂亮啊！后边是靠山，整个前边呢视野也好，然后走出来呢这边就是一条河流。这里山呢也不算高啊，整个这里环境非常漂亮，一点水声都听不到。你住在这个山里边这里的话，一点水声都听不到，非常的清静啊。
那我们走到了第一户人家这里啊，它整个是一个3合头的一个房子，然后呢是锁住的，这里弄了一个竹栅栏哈，是锁住的。我们就不进去了哈。然后这个房子是非常非常漂亮的，我们在边上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房子是非常非常漂亮的。这里是正3间的一个房子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厢房，这边有一个厢房。我先给大家看完了之后呢，再跟大家讲解哈。这户人家挺有讲究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房子大门的两边，一边弄了一个似飞带飞的一个鸽子。这个下寨主呢，它整个是一个独立的啊，它这个公路呢没有通到上寨主，只是从这边就这边主公路一条岔道进来之后呢，正好你这里呢就是下寨主的这几户人家。这里也有一个房子，带大家看一下。那么我们看这一户人家呢，也是整个给拦住的，这个进门这里呢都是用这个铁皮给拦住的。那么这一户人家呢基本上是不怎么回来的。我们看这个院坝，看那个房子的一个形状，看到没有？应该是已经可能就即使是过年的话，可能都不一定回来居住的哈。这一户人家，我们看他的房子的这个构造呢，大概就知道。像那边那一户呢，它整个房子是比较完好，非常漂亮的。有可能呢，过年的时候会回来过年啊。然后我们再往这边走。哇，这里真的是漂亮哈，真的是漂亮，不是开玩笑。那么这个是牛栏猪圈。那像这个房子呢，这个猪圈呢都已经就是位移的比较严重了，那么也是很多年没有使用过了。这个呢就是边栋房子，这个房子比较漂亮，这房子也比较漂亮啊。然后大家看看这个房子是3个正间啊，也是带两边的这个厢房，这个位置居住就非常非常不错啊。那么这里呢，总的是有3栋木房子。我刚刚跟大家介绍的地址呢，是看了这个3维地图来介绍的。那么这个呢才是详细地址，大家记住啊，西河镇石家寨村洛望西组啊，这个是他们的精确的地址。如果你们要来问的话，就要问这个地址啊。刚才我介绍的呢，可能是大地址。那么我们注意看一下，这边写的是42号，那么这边写的是43号，那就证明这一栋房子呢，它实际上是两兄弟的，大家明白吗？也就是从这个中堂这里隔断，像中堂的话是大家共同使用的，那么两边呢就是一边一兄弟。那我们农村分房子是这样分的哈，两边都是比较平均的。那么它这一整栋房子呢是两兄弟的。如果说你们需要整栋呢，可能需要跟他两兄弟都协商啊，当然一般找到一个人就可以啊。总的是3大栋的一个木房子，那么这3栋呢都是没有人居住的啊，都是没有人居住的。说实话哈，这个位置我自己也特别喜欢，应该是大多数人呢也喜欢这样的位置。离这个前方河流的这个距离呢，大概也有好几百米，所以说，有山有水，非常漂亮的地方。晚上要是睡在这个里边的话，是非常非常清静的。昨天晚上我是睡在这个河道边上的嘛，那么因为它这里河水呢流动比较平缓，所以呢也基本上是听不到水声的。
那如果说你居住在这里面呢，就完全没有水声，又享受了这种清澈的河流，住在这里呢又非常的清静，然后你早上起来呢又可以沿着这个河道的公路呢锻炼一下身体，跑步之类的，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你们可以自己过来这边参观一下。凭我的判断呢，再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边户和那边那个边户呢有可能过年会回来住，但是这个东西呢只是我的猜测。中间这一户呢是绝对不会回来的，看它的房子的形态呢，我们就能够看到，像这里这么好环境这么好位置的地方呢，它是不可能搬迁的。也就是这些人呢都是在外边有房子啊，他们不怎么回来，房子留在这里的，所以呢是完全可以出租给其他的人居住。如果你们喜欢，你们来找到主人家去谈呢，这个是肯定能谈得好的，因为他们也不回来，有人帮他们照看房子呢，他们高兴都来不及，对吧？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哈，朋友们，如果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你有帮助呢，大家记得点赞、关注、收藏、转发，感谢。越过横断山脉，跨过怒江、澜沧江、金沙江，翻过雪山，奔袭千里，就为了去看看中国唯一合法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制的500年古村纳西族鄂亚大村。想来到这里啊，真的是不容易。车开到大山里，轮胎搞爆了，我去，咯咯咯咯响了好久了。我下来看才发现轮胎爆掉了，把所有东西都清理出来，然后把这个备胎取出来。我这个工具也挺全的，手套、拖车绳、电瓶搭接线都有。哎呀，这个备胎太小了，到那个补胎的地方就必须得马上换。如果说一样大的备胎的话，就可以一直开都没问题。唉，008号啊，这个备胎换了一下要发财喽。唉，好了，走，赶紧开到镇上去补胎去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四川凉山木里藏族自治州鄂亚纳乡鄂亚大村。可以说这个村呢，现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网红村了。这些房子全部是层层叠叠的建筑，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有意思啊？村子的边上呢就有一条河啊，所以这里的居住环境也是相当的好。那么他们这个人居住在这边，然后主要种的地呢在另外一边的山坡上，所以我们在一些视频里边呢经常看到有马驮东西。右边这个山头上这片房子比较有意思啊，建在中间凸起的一个山头上，有一种石头城堡的这个感觉。今天是星期六，你看很多小孩都在家，然后他们住在上边的呢就通过这个旋转楼梯下来玩。这边就是山顶上的这几栋房屋，这个石墙呢也是垒得非常的高啊，这看看都得10多米。站在中间这个山头上呢，我们可以一眼看到这个村庄的几乎所有建筑啊，就沿着这个山梁，然后层叠错落而建，看起来也是挺美啊。那么中间这些巷道呢，也都是穿梭来穿梭去的。今天呢是这个星期天嘛，所以说呢，你看家家户户的小孩都在家，非常的热闹。这个建筑真的是非常有智慧，它是几百户人家的一个集体智慧，他们相互之间可以来回串通，又相互之间是有隐蔽性的。你在直播呢？我就说你们这个村好多网红都在直播呢。是的，人家都是大网红。是不是有10几个、20个了？没有，是吧？还是有有。有吧？你现在也准备在直播？是的，我在学。这个村庄呀，现在有很多的网红在这里直播，有本地的，有外地的，
喜欢看直播的应该已经了解了这里的火婚制，我还是大概说说我了解到的情况吧。本来这次呢是想找个当地的网红让他们说说，不过事不凑巧啊，联系了一个妹妹呢，正好我来这里，人家去了香格里拉，进村遇到了个刚开播的小妹妹，人家正在直播，我也就没好意思打扰人家。这里的火婚是有很多讲究的，比如说一夫多妻，那妻子一方大多数是亲姐妹，反之一妻多夫，丈夫一方多是亲兄弟。我知道大家关心同房和孩子的问题，这里只说我了解到的事实啊，大家不要乱评论。首先通过走婚的方式，大家相互有好感再结婚。那么结婚的时候，多妻或多夫的一方由老大来举行婚礼仪式，其余的不参与婚礼。婚礼过后正常走婚。关于房间呢，都有自己各自的房间，就拿一妻多夫举例吧，2个或多个丈夫都有各自的房间，妻子进入哪边一般都会在门口有提示，这样呢另一位丈夫看到之后也就不会打扰。关于孩子这事儿确实不知道是谁的，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就有2个爸爸或者3个爸爸。这就是为什么丈夫一方大多都是亲兄弟的原因，都是一家人就不说2家话了，都会视如己出。这是一种相当古老而且原始的婚俗，一直持续至今。2000年以前这里的火婚率都很高，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今天的年轻人就很少有人在火婚了。除了火婚是大家热议的话题之外，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个村庄的建筑。鄂亚大村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，纳西族同胞已经在此繁衍生息32代，是迄今为止纳西族民俗保留最完整、古建筑最原真的地区，堪称世界仅存，中国唯一。这些建筑从山顶到山脚依次有序，层层叠叠，这种建筑啊是全球十分罕见的蜂巢状建筑。大家应该知道，蜂巢就是指蜜蜂的巢穴，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。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得如此密集呢？主要还是为了节约土地资源，相互有个照应，团结一致，防御外敌。这也是成百上千年前就流传下来的。很有意思的是，他们对外严谨的态度却并没有影响相互之间的信任。只要你能进入其中一户人家，你就能通过这户人家辗转到另一户或者另几户，家家相通，户户相连，而且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养殖牲畜。就说这样的建筑，如果说所有人不团结的话，它是没有办法建成这样的建筑的。所以从这个建筑来看的话，就能够看得出来，这个他们纳西族人啊，非常的团结。如果是在其他地方啊，这建房的位置很难调节的，谁在上谁在下，谁在左谁在右，其实都是很难去融合的。所以说纳西族人这种合作互信、为民族大义而舍小义的胸怀，确实是令人非常的敬佩。这一独特文化和特殊的村落建筑在2006年的时候呢，也被列入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，这样一座从前无人知晓的村落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，人们纷纷慕名而来。村口的指示牌有3根石柱子，最高的柱子呢有 5.1 米，代表着鄂亚大村至今有500余年的历史。矮柱有 2.53 米，代表大村有253户人家。高柱子之上是大鹏神鸟雕塑，大鹏神鸟有鹰的翅膀、人的身体、龙的爪子，可上天入海，赋予人的智慧，被纳西族人称为霞求镇宅、辟邪、护佑大村、五谷丰登、吉祥安康。中间堆放的鹅卵石为12生肖石，来此游玩的游客呢，可根据自己的生肖找到对应的祝福语，与自己喜欢的生肖合影，祈福自己吉祥如意，心想事成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谢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阿泰，现在我在深山里边。那么在这个山顶上这里啊，发现这里有一户木房子啊，非常的漂亮，整个周边是没有人的，就一独户啊。那么公路呢正好通到他家门口，我看了一下这个整个位置的环境特别的漂亮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位置非常的好，公路就走这个门前过，
我们在这里远一点看一下它整个周围的环境啊，房子就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公路从这个房门前过。那么我们再看看整个周围，它全部是被这样的小山板给包围的。这儿还有一个变压器，那这下面呢，整一片都是大田啊，都是大田，全部是荒废的。这一块大田我看了一下，估计有个10亩左右这么宽。然后它整个房子的周围全部是这样的小山板围住的，大家可以看看，特别漂亮的一个地方。然后水源也非常的充足啊。看看它这个房子的门前，这里还有一个水塘，这里面呢肯定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水出来的啊，只是我们看不到，它叫暗水嘛。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房屋门前呢，这里还有这个一些树木来拦着的，像这个边上的话是喂猪的吧，那这个已经垮架了，没有什么用了啊。哇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坝子这里啊，全部是这种破碎的青瓦，这个是主人应该是去年前年的时候来改过的。然后主要是它这个门前呢就有一块这个水塘啊，然后下面呢有这么大面积的农田，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啊。今天下着毛毛细雨啊，跟大家拍摄呢也不容易。这个房子的一些木材木料的话，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不错啊，看看都是比较粗的一些木材，而且整个房子呢相对比较正的啊，也是就是跟大家以前经常拍摄的那种木房子一样的，都是这种正三间的这个房子。啊，这边这个房子里还写有很多有趣的标语啊，生男生女一样好，人口素质最重要。这儿还写有优生健康检查好啊，帮你生个好宝宝。整个这个房子呢是居住在山顶的一个盆地的位置，环境非常非常的好。只有这一独户啊，那么它整个周围的这个农田呢，大概有30亩左右都是荒废的，特别漂亮的一个地方啊。你们喜欢这样的地方吗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啊。这个地方的详细地址呢是在遵义市新浦新区三渡镇高峰村，这个小地名叫烂坝子。大家有兴趣这个房子可以过来看一下啊，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，海拔在1000米到1100米之间的这么一个距离啊，非常适合夏季的一个避暑啊。如果朋友们喜欢呢，可以自己过来看一下。我给大家打听了一下这个房子的主人啊，他是可以出租的啊，也就是1年的房租大概1-2千块钱就可以，而且整个周围有几十亩的这个农田你是可以利用的，全部是荒废的哟，特别适合避暑的一个地方。这里就一户人家，他是住在这里的，凭我的感觉应该住在这里。大家看这里上面后面是一个垭口嘛，然后一边是一个山头，我感觉这个房子搞在这里来更好。那主人家呢就现在从那边修路过来，今年刚挖的路啊，挖过来之后呢应该是今年要硬化掉哈。听住在这里他们老人家说呢是准备回来发展养殖之类的啊。我现在脚下站的这个位置，然后非常平，非常舒服。你们看一下前面，大家是不是感觉就是这个房子应该照在我站的这个位置，对吧？然后这一块是非常平的，你们看这平过去，这里造个房子的话，这一整块可以有非常大的一个院子，又平。很舒服，然后又在山上，这一块又很平，我就想这么一个地方就没有，我家那里没有这么一个地方。我不懂风水，但是有很多地方啊，真的，你走到那里之后，你就感觉那里很舒服。这个地方就是这么一个感觉。我虽然不懂哈，但朋友们大家有懂的可以说一下。这里真的，你看，就他一家住在这里。反正我就感觉这里是一个宝地，特别适合居住的。我再下去跟大家反过来射一下，你们看看啊。
大家看嘛，这里是进来的路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往右边移动，它这个房子是老房子造在这个位置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过来，你看这里一个小山堡，这里有个垭口，是吧？然后这边又一个小山堡，对吧？然后再过来，这里也很平哈。我们再过来看，你看这些都比较平，对吧？然后转过来，这个山形我也不懂。那你看这下面也是一块平的土。你看对面的这个山形，比如说朝向的话，这地方造房子朝向的话，大概就是往我正前方这个朝向哈。大家有没有懂的？说一下，反正我走到这个地方，我感觉这里很舒服，真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现在呢，我在这个播州区三岔镇的长山村棋盘组这个小组啊，我走在这里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，就是这里啊，很多这个木房子啊，全部都是毁坏了，没有人居住了，而且这些山啊，这些土地啊，完全没有人做。但是我这一路走过来，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整个小组啊，可能几十户人家同时都在修别墅啊，都在这个造房子。我并不清楚是一个什么情况啊，是他们这里要开发呢，还是怎么回事呢？反正你看这个土地也全部是荒芜的，所以呢，我比较好奇哈，然后我到前面去问一问，前面就有几户人家正在造房子，我去问一问他们这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哈。一路走来的，大家都全部都在造房子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公路，这个上面有一个木房子，看到吗？早就没有人住了。然后这边上面呢也是有2栋木房子的，这里根本就看不到。大家再看这个土，这些肯定是之前的土地，而这个土地呢又一直都没有耕种的状态。那么周边也没有说有开发的这个迹象，看前面就是造的别墅在那里，那里有好几栋，再往前面很长一段都有这个别墅楼房哈。所以我比较挺好奇的哈，所以我过去问一下。没有人在家呀，怎么搞的？看每家都是造的这样的房子，好像是一样的，你们看看，对吧？每家每户的造型都是一样的。看一看有没有人在家哈，问一下。你们在我看家家都在修这个楼房啊，是同业修的啊？是，这不是客户嘛？哦，我晓得。是你们一起同业修的吗？配了修的哦。配了修的？哎，每家都是修的一模一样。这个他们这么说，看到人家啷个修嘛都，那些娃儿嘛是见巴眼了嘛。啊。看到人家啷个修嘛都修噻，一年修娃儿。是。他又不像我们的老年人啷个，管他妈啷个整来就遮了就太阳遮着雨嘛就算了噻。是。现在的年轻人他又不用你说。对。要想整个啷个整个啷个，管他妈有收入才走上而已，我说。他们我就分不到这个房子是啷个垃圾是垃圾，我们的老年人分不出来哈。就分不是垃圾是垃圾，究竟垃圾好看垃圾不好看。我说遮着太阳遮着雨就可以了。反正是家家都在修，我还以为是村里面统一的嘛，啷个回事？不是统一的哈。我问了这位老人家，了解到啊，其实不是说村里规划的，就是村里面嘛都是这样哈，看着哪一家造房子呢，其他人也全部跟着造了，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另外我还发现一个状况，就是这里这几个峡谷这个村主啊，都是没有手机信号的，包括那个电信、移动、联通信号都没有。因为我拿着设备在村里转嘛，就好几个人碰到我都问，你是来装这个网络的吗？我才知道这里没有网络信号啊，拿手机出来看。我说的不是说4G 网络哈，这里就连2G 打电话都困难，就是偶尔打得出去一个电话呢，都是那种什么断断续续的，说话讲不清楚的那种。
当地的村民说啊，就是如果遇到大雾天、大雨天的话，完全是没有信号的一个状态。基本上在这个峡谷里面就处于那个与世隔绝的一种状态啊。假如说要打一个电话的话，要跑到山顶上去啊，搞得当地的村民都在抱怨苦不堪言，因为电话打不出去。我就问他们这里为什么没有装基站呢？他们的反馈是说，运营商说这里住的户数太少了。这个我还其实真没想到啊，因为这个网络的话，其实早就说全覆盖了，没有想到这个地方离镇上只有几公里呢，居然还没有信号。现在咱们都在讲5G 技术了，但是没想到这个地方居然2G 网络都还用不上啊，挺意外的。今天我们来到了重庆涪陵的816地下核工程。在2002年之前，没有人知道山上这根150米高的烟囱是干什么的。上世纪60年代，国家决定在大后方西南地区建一个核工厂。经过多次考察论证，选址在重庆涪陵的白涛镇。1966年，6万多人接到这项神秘任务，随后消失在这大山之中17年之久。为了保密，白涛镇的地名也随之从地图上消失20年。为修建该工程，整座大山被掏空，整个洞内错综复杂，轴向叠加，全长有20余公里，完全隐藏在山体内部。主洞厅高达79.6米，道路、导洞、支洞、隧道以及竖井130多条，犹如地下迷宫。钢筋编织的墙体非常的坚固，可以预防100万吨当量氢弹的冲击，还能抵抗8级地震。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洞建筑。2010年作为景区开放，一个埋藏在地下50年的秘密才被世人所知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816工程为护国而建，又因和平而停，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记忆，也留下了永恒的中国精神。这边就是地下816工程的一个入口，虽然我也不太了解啊，不过不妨碍我带你们进去参观参观。门票呢是60元，如果你有机会来重庆，建议大家都来这里看一看。进入这个洞口，我们需要乘坐摆渡车从这个溶洞往里边走，大概呢有1-2公里的一个路程。那么从我们刚刚坐车进来，它是一个大平层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主为地表层，地表下呢是有6层，地表上也有6层，总层数是12层，但是它的这个层高呢是我们现在住房的2倍，如果换算成现在的楼房的高度，那么就是24层楼的高度。现在呢我们就往地下层去，看地下的这些核设施。在我们前方的就是9号的引水洞。9号引水洞长3公里，是整个工程的供水系统，主要作为冷却用水，供给反应堆3回路使用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座核工厂建在乌江边上的原因，因为它的用水量是巨大的。这个呢就是1:1仿制的我国1965年爆炸成功的第一颗原子弹的模型。这个房间里是816工程的一个展厅，来这里大家可以详细的看。101工号是816工程的最大洞室，也是主反应堆所在地。按它的工艺流程，上下共有12层，其中核心区域是3楼反应堆锅底，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。我们可以看到锅底上方呢有很多的小圆孔，一共是2001个，
是安装核燃料棒的插槽，与8楼反应堆的堆芯2001个圆孔呢形成一一对应。反应堆经过中子的碰撞与能量交换过后，会产生3种物质。核反应堆一旦运作起来，它的核辐射是非常强大的。一旦核反应堆出现状况，那么人要全副武装，经过这个小门进来进行检查，而进来所待的时间最多就30几秒，立马就要出去，而出去的人呢，基本上也是活不长的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101的仪表室，这里面的仪表总共有1034块。你们知道吗？在60、70年代，人们的工资一个月就几十块钱，而这一块表的价格就1000多块。现在我们来到的是8楼的反应堆大厅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亮管的下方这些圆孔？它跟3楼的反应堆锅底上边的那些孔洞是一一对应的。也就是说，整个中间这一个区域，它从第1层到12层全部是贯通的。这个顶上呢有2根大梁，这2个大梁呢就是用来吊装下面所有的设备，而这2根大梁每根的重量都是100多吨，直到现在为止也没能搞清楚在这个狭窄的空间100多吨的大梁是如何安装上去的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排风洞，整个山体的内部通风全靠山上的一个烟囱，就是通过这些排风孔跟上面的烟囱进行相连。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，冒那么大一个烟囱会不会被敌人发现？这个呢就是当时他们选址的一个玄妙之处。首先在重庆的3城啊，本身就是雾天比较多，而这个地址选在乌江边上，就更好的起到了隐蔽的作用。但如果说在晴天没有雾的情况下，实际上在洞里面是可以人为的制造水蒸气，让整个山上呢布满迷雾，外界呢就没有办法查看到这里的情况。整个工程的建造真的是让人惊叹不已啊！先辈们的流血流汗，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。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，致敬伟大的先烈，致敬伟大的祖国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现在呢我在梅潭县西河镇石家寨村。那么我身后这里有一条公路呢，到这个崖壁上边去，上面有一个寨子叫做长岭岗。目前呢好像是整村搬迁的，我准备上去探访一下，给你们先看一下这个公路修得非常险峻啊，所以也就是为什么路没有硬化，把上面的人整体搬迁，太险峻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里上去呢，上边全部是崖壁。那这个公路呢，相当于从这里绕来绕去，要绕到这个崖壁顶去，所以整个路面是非常险峻。虽然说挖通了，但是也没有硬化。我的车呢也是不敢往上开的啊，看一下有多陡峭。客运车辆是禁止驶入的，包括这个农用车、三轮车都是严禁走这个地方的，因为太陡、弯太急，险峻程度非常高，所以是不允许往上开车的哈。当然他们当地村民呢，有一些开三轮车的呢，还是拼了命的往上爬，是吧？但是都是不建议走的，太陡峭。这边的环境是不是超级漂亮？全部都是这样的石笋山对面。哎呦，这个石头怎么
这个岩壁怎么像一个人头一样的？从这下边上来，这里全都是急弯，是吧？又急又陡，然后要弯到那个地方上崖去啊！我一看到这种地形，我就感觉这里有个洞。果不然，他们为了这个修这个马路，把这个洞给封了。这里还可以看到一点点洞口。走到山上来之后，这个环境真的漂亮啊！看看我身后，太美了，画卷一样，是吧？如果一直都像这个路的话，就可以开车了呀。可惜底下一段太陡太烂了，根本上不来。走得好累啊，先把无人机飞上去探一下再走吧。还有好几栋的木房子，然后详细的看了一下呢，有2家院坝还晒有粮食。我们从无人机的画面上看到，大多数的土地都全部是荒芜了，只有他们这个在这里的2户人家呢，可能稍微的种了一点玉米啊，什么其他的粮食啊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。整个村组呢，目前基本上已经全部荒废了，可能就剩2户人家有1、2个老年人在家里边，这个空气好一点是吧？可能都是不愿意去城市的。终于到这里了，朋友们，从山脚下那个崖壁的弯来弯去的这个公路，终于到达这个上边。我看了一下，我9点40从山脚下往这里走的，现在是10点50，走了1个小时。这里还有水，这下边种的是玉米啊，住的人就在前边啊，我们过去探访一下。哇，这里一整片的竹林，好漂亮啊！哎呦，大老远都看到这一户人家的房前有一棵很大的银杏树啊。山里面是空气真好。这个是烘房，还养有蜜蜂呢。这些都是破烂的一个晒店。这环境多好！这棵白果树也有200年了吧？还养有狗嘞，主人家呢？有人在家没有？这一户没有人在家呀，门都是锁上的。天哪，上面挂了好多包裹。这家喂有一个狗，上边那一家呢也养有一个狗，我听到狗叫了。我原打算这户有人的话，我走到这里就算了。那没人的话，我们继续再走到上面一家看看吧。这户人没有在家哈，我们继续走上边去。这些房子全部是废弃的，就上边还有一家人留守。站在这里来看的话，这里还是非常非常平的。这个下边是一丘平的田下去，视野也非常开阔。这个地方吧，真的是就是住在悬崖上，这个公路不好上来，不然的话，这里环境你们看看多漂亮。我的天，养了那么多狗！我靠，养了这么多狗！
30个。吃饭没得是？走底下爬上来呀！这狗咬人不？哈哈，喂了耳朵。这个开不上来噻，开不上来，不敢。不咬人不？怕它咬我。你在哪来着的？啊，家有人。哦，都还在这住起的哈。是没吃饭了。吃了，不管，你坐起耍儿就行了。走，去，小一点，快点。这么我去。喂那么多狗有点害人。哎，你家是你干吗？吃饭没有呀？我说，调耍油，还总理有包裹哈。就是你们2个来，我都啊。哦，儿子输起来哈。没事，我就在这坐会儿就行了。你们这嘎的姓啷个？我们这姓石，姓石姓刘。有姓李，有姓袁，是袁的就是。有弄个多姓啊，这上面都有。我们这人多得很喽。你这个位置总的有好多户啊？这个位置？是我们这儿啊。啊。我这儿没搬的还有几户啊？2户、3户，还有4户哎。总的有好多户啊？我这一个对一下啊，一下我这是4户啊，2户、5户、6户，还有那个职工不穿，都有15户。你小的？都在打工啊。你几个了啊？你家？我家2个。男娃儿姑娘嘛？男娃儿、女娃儿一下子4个狗有的。四姊妹哈。2个姑娘，2个男娃儿。你这个福气还好。福气好，记住，娃儿记住困难嘛，现在总有个娃儿不得了哎。哪家都是2个哟。对。哦，你4个娃儿，家2个。那真的。细的个是3个个，细个多一个。他妈的困难只有大嘛，哎呀。你这个福气好得不得了啊！那就有9个孙儿哈。还好嘛，他2个人带2个娃儿呢，也还好。就是细家才是3个呀，哪家都是。你那啥呀？有些还不是把手指打起浆把它做起做工的，你马上来嘛。有些不也傻个，还不是跟农村差不多，不过嘛，这个好做。要找点钱了嘛，多噻。他找那个钱呢？和我们这几年做庄稼什么盘子没那困难就大，是不是？些嘛，他税些嘛都有钱的，搞的。我搬迁的房子是搬了。哦，只要搬迁了的房子就拆了的哈。不要搬迁的钱，说我们这房子塞起的就没搬迁。只要自己都没搬迁。塞起的都全部没搬迁，就这个意思。反正你个人迁搬出去的房子就倒的。你2个娃儿了嘛？2个男娃儿了嘛？2个男娃儿有个肯定是挂在你户头上的噻。有个在我户头上。有个分开来的噻。我户头上个他是不搬。另外一个他应该搬噻。他都不搬了。他自己不愿意搬。他不愿意搬了，他说你就后头没那个伤你了，就不晓得前好后好。他自己不爱搬。主要是嘛是塞点些，如果是居民了一时了，我们出差几年的居民就都这样了。是。这个是挨了。有些是搬的老年人，年轻人才不搬。老年人嘛，就是在搞一些干嘛皮，就老来做那不行哈。就是了，他又不能耍，就启动，还有就租房子后来就想那个。反正种那个嘛子，你看嘛，这里房子占起的，反正就没搬。占起房子的也没搬，他都是自己不愿意搬。我们这几样自己没搬。这已经没搬了，那边都23家都那些阿姨嘛是吧？你经历过饿饭没啦？我们饿到我们5、9年饿饭了嘛。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大了嘛，没是几岁？是10岁。5、9年10岁哈。
啊，还没得那个感觉的哈，饿饭你们应该。饿饭是感觉，捞的鸡捞了，我们啊，这儿捞的我们吃没多少门是七只没啊。哦。七只没啊。我还真的，你说不行嘛，捞的都是还行。我别把来救出来那个。我来把小的救出来的。28年驻点粮食都没有收了嘛。搞大件了嘛。我们走哪去？你家喂的狗太多了。这个他们来给我们卖了算了。让我走来。跟石大叔聊了一会儿天，现在呢准备返回去了。那么大概这里的情况呢是这样的，这个整个村组呢有50多户，现在有10多户没有搬迁，其他的全部搬迁了。当然没有搬迁的都是自己不太愿意搬迁，所以呢这个国家政策也不能强迫，所以呢他们就没有搬迁。这个上面的环境真的是非常漂亮，然后海拔呢是1100米，特别美的一个地方。那么我看了一下水源也不错，但是可惜呢因为这条公路没搞成呢，就都搬迁下山了。那不太愿意走的一些年纪大的呢，就留在这里。他们目前这里可能有4、5个年纪大的老人在这里吧，其他的年轻人全部都在外面。我从下边步行上来走到石大叔他家的位置呢，大概是走了1个小时多一点。那么总的路程是4公里，因为我从下边上来是上坡嘛，所以走得非常的慢。我那个车呢是没有办法开上来的，就是下边起步的时候就上不来。那如果说是市区越野车呢，是可以开得上来的。据石大叔说呢，以前的话小车都能开得上来，但是现在整个路下边都是全部被这个水给冲毁了，现在是开不上来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崖壁村庄探秘呢就到这里，我还要慢慢的走下去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啦。